如今府台大人他老人家也遭了难了啊！哎，不过侄媳妇儿，你要是真心求我呢，啊，我指定把你爹一块儿救出来。哎，我这人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真有那份孝心，我这儿没问题呀。怎么样，咱俩去单独聊聊？来旺阿福，在。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给我轰出去！是。哎，敢！哎，你们要疯啊？啊？嘿，我问你，你谁呀？我是李家的当家儿媳妇儿，二少奶奶。你是被李家轰出去的不孝子孙。我轰的就是你，来旺阿福！哎，嘿，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哟，现在学会翘尾巴了，炸翅膀啊！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李家当家媳妇儿？李家是什么呀？啊，李家有爷们儿那是李家。我姓李，你姓欧，您那老公是真是假，咱暂且不论，马上就斩立决了。哎呦，您说您这一戴罪之身的小娘们儿，跟我凶什么凶呀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说破大天去啊，这李家他也是我李玉安的。你婆婆还不敢跟我执拗呢，你倒先上了墙了。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？嘿，还有你们，狗仗人势的奴才，以后给我老实着点儿，知道吗？以后这李家是三爷的。嘿，把这个来路不明、不知深浅的小娘们儿给我轰出去。好嘞！哎，出去别走！哎，长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靠边站，靠边站，靠边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要行凶啊！行什么凶？二嫂，我这是在执行家法，你给我让开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。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小娘们儿。淑云，你先避一避。娘，别伤着你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别打量崇光不在家，你们就敢胡来！就算没有王法，还有天理呢！天理，天理也在老子这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再不滚，我可真动手了。来旺阿福，众位家人，自从我欧淑云嫁到李家，到我长家到现在，李家从来没有短过大家一分工钱。穿衣吃饭、娶妻生子，老太太从来都把大家当作是自己的孩子。我做的不够好，可我也尽力去做了。谁要是觉得李家倒了，天理没了，这个家跟自己没关系了，那现在就走人。谁要是还念李家一个好，那就跟着我。等我被他们打趴下了，你们就跟着上，死也得守住李家。臭家伙！李玉安，我跟你拼了！咱们谁怂谁是王八蛋！三爷，三爷怎么办？三爷怎么办？三爷，三爷要不要砍呢？啊，是。把刀给我。三爷，三爷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三爷，别让他们跑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别让人都欺负我！我去找人家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。咱们跑吧！淑云，
你临走时让我照顾崇光，延续李家的香火。可现在崇光就要没命了，我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奶奶，你给我句话儿啊！奶奶，我错了，我竟给李家惹祸了。闯祸不怕，闯了祸就得有担当。男人要担当，其实女人也一样，有担当，日子才能过好。闯了祸就得收拾，实在收拾不了了，那就从头再起。你去把那个抽屉打开，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现在先别看，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打开看看，也许能救李家。谢谢啊。哎，不行，医生交代过了，您还要再静养几天，先不要下床。对不起。我们是不是见过呀？啊，秦先生，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见过。你是阿纯，阿四的女朋友。你，哎，秦先生，没事，你眼睛全好了，都当护士了。是啊，这还得多谢秦先生，是李老爷帮我把眼睛治好的。我真没想到，我说这2天怎么觉得你眼熟呢？阿四，是不是在牢里啊？您先好好休息吧。秦先生，有朋友来看你。舒云啊。秦先生，伤口还疼吗？好，谢谢你，我没事了。啊，秦先生，舒云姐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等等，阿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阿纯，
我让你帮我一起救阿四。你来的正好，二少奶奶正找你呢。啊？二少奶奶要你跟她一起救重光。啊？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走开！我冤枉！走开！救救我吧，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把他弄走！我真的是冤枉的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救救我！我冤枉！我冤枉！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！我冤枉！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！住手！混账！布堂大人说有违喊冤，岂能这样对待？太郎，给我带回去。是。别急了。大侄女儿，我就不看了。你说吧，是什么东西？伯父大人，只能看不能说。你们都退下。是，老爷。求伯父大人，这是我爹出事之前给我的20万美金，还请伯父大人救救我爹和我丈夫。哎呀，淑云呐，你起来起来，哎，把钱收回去。我和你爹的交情能用钱来衡量吗？该争的不用你求，我早争过了。哎呀，眼下要看上面的意思啊，不会太坏的，你就回家等着吧。啊，谢伯父大人安慰我，可是我爹已经被打进了死牢，连家也抄了。看上面的意思，怕是斩立决吧。哎呀，是铁山要整你爹，我尽量撑着。能救一分是一分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还来求我干什么呢？我当然是相信伯父大人的。我知道铁山一心想害我爹，肯定还威胁了大人，不然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大人可否告诉淑云，打算怎样救我爹？淑云也好做点什么，不至于让大人一个人为难呢。哎呦，我有什么为难的？大不了这个官不当就是了。啊？哎呀，淑云呐，我会想办法的啊，你就回家等我的消息啊。哎，伯父大人，我打算去京城，在什刹海租个房子。若是我爹和我丈夫的情况不好，我就带着铁匣子去银锭桥拦摄政王的驾。啊，哎，淑云，你认定摄政王会管此事？摄政王肯定不想管此事，但是他怕这匣子会落到杨继者
后拜教官手里。啊，这账上可记着，6月17日，摄政王修花园子的钱，也是从我公爹手里出的，还转了伯父大人一道手呢。好吧，我就把我的办法告诉你啊。您说，第一步，我们要争取上边来会审啊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想法把谋逆反罪，做成玩忽职守，这样命就保住了。哎呀，再接下来嘛，那就只能走着看喽。那伯父大人，上面打算什么时候来会审？啊，我早争取过了，这2天钦差就会到的。啊，谢伯父大人，谢伯父大人，谢伯父大人，伯父大人。等事情一有结果，我就把匣子还给伯父大人。外面的洋记者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大人已经解决了我的冤情。站住！站住！你哪儿走？放手！别杀我！给我！放手！干什么你们？放手！给我手！走走！站住！二少奶奶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谢谢。叫你跑！谢谢。快去！麻烦你们回去禀报，就说我说的，今天下午的话，照样算数。但是必须要加上我丈夫，我丈夫他必须平安无事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听到了。是。回。走。娘的，什么世道啊！我离他做伶哟，才有仗义把書傳。若與佢結婚盟，於我以下當虧損。
什么？疯了？是大人，看样子是疯了。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抓到了，抓着你了！你小子还想跑去哪儿？呸！假的！你小子玩金蝉脱壳，欺骗本官，岂有此理！你也算斗胆啊！还想跑？刚才那个呢？跑哪儿去了？知道。真铁齿！大胆狗官，造反谋逆，昧尽天良，证据确凿，一律凌迟处死。诛九族！冤枉啊！钦差大人冤枉啊！都是他们陷害本官，钦差大人明察呀！哎呀！假钦差！哎呀！你是我的亲家寨主，你来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污蔑本钦差？给我上刑！是，去哪去？起来！谢谢。说，你是包大人身边的小面首。都有谁来看过欧兆新？回大人，只有木堂大人来过。大人，你喊我。他是装疯，给我照死了打。是。大人，钦差可就要来了，明天会审的时候怎么办？会审前找两个杨大夫，给他打2针镇定剂，让他装疯。这没什么变化呀。回大人，这是没什么变化。那傅大人提犯人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好久没叫，先唠两句。傅大人，您给我们讲讲圣意吧。哎，先不讲圣。兄弟我呀，刚从英吉利回来，感触很深呐。你知道人家呢，像咱们这排场，这3堂会审，你知道人家都戴着披肩假发，穿着大黑袍，他们那儿叫托尼，就是咱们这儿的讼师。照说上不了台面吧？嘿，人家也戴假发，不过是短的假发。哎，差不多就这么长。这都别扭啊！刚开始看着是别扭，看着就习惯了，挺好的。两位前辈，我想问你们一句啊，他们那儿为什么要戴假发呀？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，傅大人？您给讲讲。您瞧瞧，您问错人了不是？要说去英吉利，那铁大人比我去的早。对，那人家知道的比我多，您得先问问他是不是？对。铁大人，您给说说。本官只略知一二，不实之处，
还望钦差大人指正。300年来，英国的上层社会都兴戴假发，以示权威，就像咱们穿官服、戴官帽是一样的。首先要庄重，才能有权威。第二，法官也好，讼官也好，都穿着黑服，戴着假发，就表示排除私心杂念，他就不再是自己了，是法令的化身。第三，英国的法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，遵循前例，就是说，只要有法官在案件中戴假发，那么后面除非有个案推翻，否则所有的法官都要戴假发。说的真好，真好。哎，尤其是后边这句啊，其实咱们这儿好多人都不明白，整天要说什么改革呀、革新呐，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其实你看看人家洋人，人家洋人自己本身就挺尊重传统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对了，田大人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啊，你知道他们戴的那假发一边有几个卷吗？这个本官真的不知道啊。3个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您知道英国王室戴的假发一边有几个卷吗？不知道。4个。啊，6个。哦，对。难道是8个？那不成了卷毛狮子狗了吗？2个卷儿，就2个，比法官还要少1个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这说明他们的法官比国王还大，在法庭上一切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不讲圣。哎呀，这就是我认为英吉利以罪尔小国能够称霸世界的一大原因呐。2位法官，开审吧。开审，开审。带案犯欧兆新。好，请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我是崇光啊！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岳父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怎么回事？铁刚，你什么时候审我？你也配审？等着老东西被砍了的时候，你这当女婿的，就先做个世道的吧。哼！欧兆新，别妄想装聋作哑逃过惩罚。以上事实证据确凿，人证俱在，你再无辩解，就只好定案了。铁大人。本官2日前去看过案犯，他好像很正常，今天怎么就变成？也就是从前2日起，案犯突然就变成现在这样。本官揣摩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多行不义，良心谴责，他真的疯了；再有就是听说钦差大人要来。他有意装疯卖傻，想侥幸逃过一死。不堂大人，若指控有不实之处，还望再审犯人。傅大人，欧犯一味的装聋作哑，以本官看，要么动刑让他开口，要么就只能以谋反罪定案了，请钦差大人裁决。任请在途，啊！
冤亲债主，债主，欧大人，我是傅奇呀，记得我吗？记得我吧？上次我来广州的时候，啊，您带我游了珠江，吃了西餐，听了越剧，然后我们游到一半的时候还下了小雨，您还赋了首诗。哎呦，不哭啊，别哭，来，今天我又来了。上次您的诗没念完，戏没唱完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还在这儿，这一船的生旦净末丑都在呢，我替您做主。您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冤枉，您跟我说出来，好吗？啊？不要！饶命啊！冤亲债主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冤亲债主，饶命啊！冤亲债主。既然你说到冤情债主，好，可见你平时敛财太多，得罪太多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最大的冤情债主。我是替着我大清皇帝和天下百姓向你讨债来。你不是。看着我！欧兆钦，你当藩司5年，巡抚4年，素以贪财著称。光一个制造局你就贪污了100-200万，和铁大人从你家才抄了7000多两，还远远不如一个县令。你给我从实招来！钦差大人说的对，欧兆钦贪污了那么多钱，都放哪儿了？再不从实招来，就动大刑了。钦差，真的钦差啊！对，钦差，对，我就是钦差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上管天，下管地，3道轮回，6道众生尽在骨中。只要你如实缴出赃款，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我就免你下油锅之罪，好不好？免我下油锅啊！去，听到没有啊？免我下油锅！去，滚开！钦差免我下油锅！免我下油锅！大仙伺候。是。等等。说什么？升河钱庄。张有贤，快，赶紧记起来！记起来！渣打银行，弗兰克里，密码945-858，945-858。还有什么？台风银庄和信凯，正金银行伊藤惠子，密码661806A，661806A。还有，大美银行史密斯黄，密码没密码，还有没了，说没了。拜托，谢谢了。怎么样？钦差已经开审了，
说你爹精神萎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舒远，还是放宽心一些吧。昨天说你爹疯了，今天又说他精神萎顿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说不准这是你爹想的办法呢。再说，总督那儿被你拿住把柄，他应该会帮忙的。你觉得他会帮忙吗？按理说是应该帮忙的，只是铁山也会有防备，还得看钦差了。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布唐大人，将军大人，查清楚了，5家银行钱庄都有钱，一共本息合计是白银176万3596两。哎呀，好！哎呀，可真是皇恩浩荡啊！钦差一到，立刻风生水起，破获如此贪赃大案呐！光是这贪墨一项就可斩立决。铁刚，快把他弄醒，我让钦差大人接着审。不忙，还是请傅大人把饭吃完。对，说得对。铁刚，拿酒去，其他人先吃饭，吃完饭再接着审。是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天朝第一巨贪呐！他超过了去年山西巡抚，也超过了3年前的邮传部侍郎，大概平了和珅的劲。哎，本官要检讨啊！本官负有失察之责，要不是钦差大人一把揪出他来，这个大贪巨妒就躺在床榻之侧。我想想都后怕呀！哎呀，这个欧范肯定是疯了。我跟他同事这么多年，他要不疯，他死都不会说的。疯不疯的，请钦差大人接着审就是了。啊，不急，大人审案犯的手法，那真是高明。铁某，敬大人一杯。高明倒是谈不上，就是2个字儿：攻心。你看他浑身上下这么多伤，要按照你们这种审法，不但什么都审不出来，还会让人落下闲话呀。大人责备的是。大人，本官想起一句老话：贪者不反，反者不贪。这样的老话，本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本朝的年羹尧和珅都是又贪又反，难道雍正爷和嘉庆爷在诬陷不成？铁大人，你说远了，我是按照常理揣度，老话也有老话的道理嘛。我看了卷宗，特别是听了钦差大人的审讯，本官明白。欧范贪赃枉法、穷奢极欲的恶行丑态，可是我着实想不明白呀，他有什么造反动机呀？再者，本人要请教钦差大臣，圣意向以大局为重，求稳第一。如果欧范能以贪污失察定罪，一则显示我朝廷整顿吏治、反贪惩腐的决心；一则昭示我大清政局稳定，
百姓思安的现状，这岂不尽善尽美吗？反过来，一个封疆大吏也参与了兵变，百姓会怎么想我们天朝啊？